第14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于9月11号至12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按惯例应邀与会。这是今年金砖机制扩员后举办的首次安代会，受到各方关注。 今年1月1号，金砖机制实现有史以来最大范围的一次扩员。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成为金砖国家新成员。俄罗斯是今年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金砖合作机制正式扩员后举办的首次安代会备受关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1号在开幕式发言中指出，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干涉、遏制、霸凌有增无减，凸显金砖国家机制越来越重要。经过18年发展，金砖国家日益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建设性的力量。王毅提到， 金砖组织始终是中国外交优先方向，期待与各方加强战略沟通，凝聚广泛共识，为10月在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准备，确保会晤取得丰硕成果。王毅还批评有政治势力唱衰金砖合作，认为要充分发挥大金砖的战略意义和政治效应。其实谈到金砖国家机制呢，一般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聚焦经济和发展的这样一个机制，但是呢，这个我们说。 经济和政治，然后这个发展和安全呢，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具体来说呢，金砖国家加强政治安全合作的这个内涵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其实就是如何去构建一个相对更加公平的国际政治秩序，同时呢，就是说在一些大家都关注的一个全球安全问题上去加强协调。 特别是对这个涉及到彼此之间的一些这个安全热点问题加强协调，去共同去应对。本次安代会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王毅说，面对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俄关系保持稳定健康发展势头，归根结底在于两国元首的把舵领航。中方支持俄金砖轮值主席国工作，愿携手深化金砖国家互信合作，将金砖机制打造为新兴力量发生的主要渠道，全球南方团结协作的重要平台，不断开创大金砖合作新局面。绍伊古表示，俄中保持高层往来，各领域合作富有成果，彰显了俄中战略协作的高水平。感谢中方对俄方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的支持，俄方愿继续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协调合作，确保下月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喀山峰会圆满成功。 双方表示将继续倡导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俄方强调支持中方出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努力使上合组织更加高效务实、更富凝聚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绍伊古介绍了俄方立场，欢迎中国和巴西联合提出6点共识，乐见这一共识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王毅表示，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态度，将继续致力于增进国际社会中的平衡、客观、理性声音，为早日停火止战、推动危机政治解决汇聚更多国际共识积累必要条件。 外界注意到，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在一场公开活动中表示，俄罗斯尊重真正希望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国家，中国、巴西、印度是潜在的调停者。而本次金砖国家安代会会否讨论乌克兰危机，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中方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努力，各方有目共睹。当地时间9月10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人道主义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表示，当务之急是遵守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3原则，尽快推动局势降温。耿爽表示，中国和巴西共同发表了关于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6点共识，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期望。中方愿继续同全球南方 及有关国家保持密切接触沟通，为推动政治解决危机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中方在我们说已经对乌克兰危机呢，已经是发表了一系列的我们的这样明确的立场。我们也在各种多边场合，去这个和更多的这些，包括这个欧洲国家，包括全球南方国家去。进行这个立场的协调，去形成一个这个各方对于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自上月6号乌克兰越境突袭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后，战场形势正在发生新变化。俄军加大对乌东地区枢纽红军村的攻势，乌军高层承认当地防御告急。而乌军的越境无人机袭击最远也攻击了距离边境2500公里的纵深目标。而俄乌无人机大战还在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0号凌晨，莫斯科州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导致1人死亡。而俄军当天凌晨也对乌克兰境内目标发射了2枚导弹和46架攻击型无人机。分析指出，俄乌两国的无人机技术逐渐成熟，生产逐渐规模化、国产化，无人机攻击正在成为俄乌冲突中的主流装备和主流战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还说，正计划无限期保持其夺取的俄罗斯领土，从而试图迫使俄方坐到谈判桌前。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拒绝乌方要求使用其援助武器袭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美国，日前态度也发生变化。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正在研究授权乌克兰使用美制远程导弹对抗俄罗斯的可能性。俄外长拉夫罗夫本月初曾表态称，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的任何决定将跨越他们自己设定的红线。他还警告说，不要拿俄罗斯的红线开玩笑。无人机的运用其实对方这个纵深的，无论是民用目标还是这个关键的这个基础设施、关键的居民两用目标，它其实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还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新的趋势。至于说这个拜登现在宣布这个决定，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一种政治上的作用，我们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来观察。澳大利亚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近期透露，自己将在9月底访问中国，与中方高层进行战略经济对话。如果查莫斯此访成行，将是澳国库部长时隔7年再访华。澳总理阿尔巴尼斯上台以来，中澳关系持续回暖，中澳经贸合作潜力也不断释放。来看报道。澳大利亚国库部长查莫斯近日透露，将在9月底访问中国。澳国库部长主管政府支出和收入，相当于财政部长，对政府的经济政策能够起重要作用。查莫斯将计划中的访华行程描述为一次战略经济对话，议题聚焦贸易限制、外资投资规则以及矿产进出口等。双方还将就如何看待全球经济交换意见。查莫斯认为，对中国的访问完全是因为他认识到更稳定、更强大和更繁荣的中澳关系意义重大，也将带来诸多收益。值得一提的是，7年前访华的时任澳大利亚国库部长是澳前总理莫里森。自其2018年担任澳总理后，盲目跟随美国，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致使中澳关系跌至低谷。而在2022年，澳大利亚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上台后，开始寻求修复与中国的关系。当年12月，澳外长黄英贤就迅速访华，隔年11月，阿尔巴尼斯也对中国展开访问。其后，中澳关系回暖向好，特别是澳大利亚商界对和中国加强联系态度积极。这澳大利亚政府在政治上，不管如何和美国、日本之间发展所谓的防务合作关系，也要看到澳大利亚广大选民的一种要求发展和中国贸易的这样一种倾向。澳大利亚舆论注意到，最近几周，中国挤满了澳大利亚农民、渔民和酿酒师，不少澳农产品协会积极寻求进入或者重返中国市场的契机。澳大利亚牛油果协会代表团日前先后来到云南和广东深圳，与地方政府官员和主要进口商会谈。澳大利亚海产品行业代表团也来到中国，希望游说取消对活龙虾的贸易限制措施。自2020年以来，中国的龙虾禁令已使澳龙虾产业损失近20亿澳元。澳政府和海产品行业代表看到，自今年3月底中国解除对澳葡萄酒征收双反措施以来，澳葡萄酒行业的蒸蒸日上。澳大利亚葡萄酒协会发布最新出口报告显示，今年4月至6月，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中国市场的量从上个财年同期的100万升激增至3300万升。心态上呢，就澳大利亚的这些从业者啊，农业从业者，他们的想法和政府不一样，哪里能挣钱，哪里能够增加出口，他们就往哪里去。澳大利亚政府不得不考虑这些农场主也好，或者说
农业的出口商也好，他们的利益。除了农业产品，澳企还期待借力中国绿色产能，推动矿业转型。澳大利亚铁矿石巨头福德士和集团首席执行官迪诺称，在太阳能光伏板、风力涡轮机、电解装置等澳大利亚采矿业需要的设备方面，中国企业都是至关重要的供应方。迪诺强调，凭借中国的新能源技术和澳大利亚的矿产资源禀赋，生产和出口绿色金属商品潜力巨大。中澳经济互补性极强，两国贸易不仅规模庞大，而且比任何其他主要贸易合作伙伴更加多样化。根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系统，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商品有189个类别，远远超过美、日、韩以及印度，这使中澳贸易往来具有其他合作伙伴无法比拟的韧性。就目前的澳大利亚对华出口占整个澳大利亚的对外出口的1/4，甚至有的时候还要高。所以澳大利亚的国内呢，差不多60%的人都是说，要和中国这个发展贸易关系，这个是个大趋势，大的这个形势。